彩礼就是生育的保障和补偿金，不是什么小家的启动资金。如果你听到这句话觉得刺耳，觉得我在把女人当商品，那你现在就可以划走。接下来要说的这些现实，会狠狠撕掉很多男人在婚姻里最后那层遮羞布。这2年网络上有一种特别狡猾的说法，他们不直接反对彩礼，而是换了套听起来特别高尚的包装，彩礼加上嫁妆都该一起带回小家，当做你们新生活的启动资金。听着是不是特别公平？很多刚出社会的女孩一听这话，心就软了，乖乖把自己的底牌交出去。可你要是像个冷静的精算师一样，把这笔钱的去向好好算一遍，就会发现他最后到底流向了哪里。拿我朋友小芳来说，她结婚时把20万彩礼和自己存的10万嫁妆全交出来，说好是小家启动资金。结果呢，今天买几罐进口奶粉，明天交半年物业费，后天老公资金周转不开，她又帮忙垫了几个月车贷，不到3年，这笔钱就像一滴水掉进沙漠，连声响都没有就蒸发得干干净净。这就是我说的隐形资产融化。男人一句为了我们共同的家，就把你原本用来防身的那笔个人备用金悄悄融进了家庭的日常开销。钱没了，责任你扛了，换来的只是一句你真是贤妻良母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结婚了，大家一起过日子，一起花钱不是应该的吗？听起来好像很对，可你要是把这场婚姻当成一间合伙企业，仔细看双方付出的成本根本就不对等。很多男人总是轻飘飘地说，结婚嘛，谁的生活不改变，我也要扛起养家的责任啊，真是开玩笑。我们来看一个最典型的现代婚姻切面。结婚前，你像小芳一样，是个能随时出差，为了升职可以在公司熬夜的独立女性。结婚后，一旦怀孕指令下达，你的人生轨道瞬间被强行拐弯，孕吐让你整夜睡不住，生产撕裂让你元气大伤，接着胀奶、骨盆前倾，甚至严重的产后抑郁。而那个口口声声说要一起扛的老公呢，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改变，他还是每天穿戴整齐去上班，周末还是能跟兄弟打球。他付出的不过是一颗精子和下班后逗孩子10分钟就稳稳分走了父亲这个神圣头衔。这就是两性博弈里最残酷的真相。在生育这件事上，女人承担的是100%的生理重创风险、职场边缘化风险，还有漫长的身心损耗。而男人呢，他的风险几乎为零。你用自己未来几十年的职业断崖和健康折损去换取家族血脉的延续，你竟然还觉得向他要一份提前支付的风险补偿金，就是你在贪图物质，就是你在卖自己，你只是在为自己的命买一份最基本的保险。更让人反感的是，当你试图争取这份保障时，很多男人会祭出最致命的道德绑架。他红着眼眶对你说，你也知道我家条件不好，就为了那几万块彩礼，你就要跟我闹翻吗？难道我们的感情就只值这点钱？这句话的毒性有多大？他不是在跟你谈感情，他是用爱情这个词对你进行一场降维压榨，他在制造你的负罪感，好让你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成本再往下砍。这里我要给你一个高维度的认知概念，反脆弱。这是思想家塔勒布提出的核心理论，用大白话说，就是在这个充满意外的世界里，脆弱的东西一碰就碎，而反脆弱的系统不但能扛住风险，还能从动荡中获利。在传统婚姻里，一个脱离职场、没有存款、全靠男人良心过日子的生育期女人，她的生存系统是非常脆弱的。当生活风暴砸下来，老公突然出轨变心，婆婆开始指指点点，你因为生孩子彻底断了收入，连给父母买件衣服都要看婆婆脸色。这时候你需要什么？就是那笔死死捏在自己手里，绝对不当小家启动资金，只属于你个人的彩礼。这笔钱是你不用向任何人摇尾乞怜的底气，是你深夜崩溃时能立刻搬去酒店的房费，是你绝望时敢掀翻牌桌，一脚踹开渣男的核武器。不要去考验人性，更不要相信只要我够懂事，他就会感激我。人性最大的劣根性，就是永远不会珍惜那些免费到手、廉价得到的东西。一个连娶你的抗风险基金都要精打细算、拼命逃避的男人，你凭什么指望他在你羊水破了、推进产房大出血的时候，会毫不犹豫地在保大人协议书上签字？看透这些的清醒女孩们，收起你们那泛滥的同理心和圣母心，不要怕被扣上物质的帽子，更不要在谈钱的时候觉得心虚。彩礼可以根据对方真实经济实力去商量、去衡量，但绝对不能被几句甜言蜜语忽悠的分文不取，更不能傻到把它拿去填补那个看似温馨，其实随时会崩塌的小家。真正的爱永远包含着对你巨大牺牲的敬畏和兜底。如果一个男人想用廉价的感动来置换你用命拼出来的健康和前途，那就让他立刻滚出你的视线。你的底牌
永远只能握在自己手里。当你学会把这份保障牢牢握在手中，你其实不只是在保护自己，更是在为一段真正的婚姻立下规则。只有双方都愿意为对方的付出买单，爱才会长久。清醒不是冷漠，而是对生命的负责。当你站得稳，看得清，你吸引来的才会是那个真正懂珍惜、敢负责的伴侣。婚姻这条路，谁都不容易，但把命运的主导权拿回自己手里，你就已经赢了一半。